这是一架 YF-23的模型，正在施工，所以抱歉的就贴上了一些胶带。但是也并没有掩盖住它那些最为明显的特征啦，比如这对巨大的菱形机翼，这副全动式的 V 型尾翼，没有水平尾翼喷口呢则深埋在了机背当中，还特别靠前的驾驶舱和充满科幻感的机鼻造型等等，都使 YF-23成为我心目当中最好看的飞机之一，甚至还略微超越了 F-22一点。实际上YF-23呢，就是当年跟 F-22的验证机 YF-22一起竞争美国空军第5代战机合同的对手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YF-23呢其实是要比 F-22更为领先的。所以除了颜值 ，YF-23究竟厉害在哪些地方？而既然它这么厉害，又为什么最终却输给了 F-22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它1980年代美国空军开始酝酿一种新型的战斗机，一种旨在可以对抗最新一代的苏联战斗机，比如苏27和米格29的战斗机。因为此时他们的机库里面现存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F-15鹰和多用途战斗机 F-16战隼，在面对对方功能强大的第4代战机时呢，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于是2个重要的指标呢就被提了出来，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能够在不用开加力的情况下实现超音速巡航及超级巡航。这两者加起来呢，就能够让这种新型战斗机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动静快速的接近敌机，同时还能够留下足够的燃料以供战斗和返航所需。不管是哪家公司最终获胜空军都承诺采购750架，以便形成一道坚强的防线。到了1980年底2个团队被选中了，在空军的支持下呢，得以进一步把图纸上面的概念变成实际中的验证机，然后来一场飞到空中的对决。他们分别就是洛克希德、波音和通用动力组队拉出来的 YF-22，和诺斯罗普与麦道组队拉出来的 YF-23了。好，两支队伍呢都非常优秀而且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隐形飞机开发经验的。我们之前的故事里面呢，其实已经详细的讲过了洛克希德曾经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操作的隐形战机 F-117，以及它的前身慵懒。而诺斯罗普则开发过几乎完全被雷达忽视的隐形侦察验证机沉默之蓝。它的遗产被比尔继承了下来，直到今天呢，都仍然还在服役。所以看起来这是一场很难拉开差距的竞争嘛。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讲这两者的性能当然重点呢还是要落到咱们今天的主角 YF-23身上。好，先说隐身性能尽管 YF-22呢已经采用了相当卓越的隐身设计，但是将它发挥到极致的却是 YF-23。这里我们要乱入另外一架飞机了就是以前讲过的，也是诺斯罗普设计的沉默之蓝了。你仔细看看它俩有哪些共同点最明显的呢，就是将传统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整合成了一对 V 型尾翼嘛。这对散射雷达波呢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它俩的尾喷口呢都位于机背，而且还是深深的埋在里面的，这将有利于隐藏飞机的红外热特征。尤其是 YF-23这个通道的周围呢铺设的全都是吸热的材料，所以尾焰就被隐藏得更好了。最后，你看沉默之蓝的这一圈沿边，好像在 YF-23身上不见踪影了吧？但是其实还是有的你仔细看这一圈像鸭嘴一样的造型，不就是沿边遗传下来的吗？所以所有在沉默之蓝身上被验证了的相当隐形的东西呢，都在 YF-23身上得到了体现。并且呢，还进一步的强化，比如它的进气口你根本就找不到里面的发动机在什么地方嘛，因为它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藏在了机背上。利用这样的 S 型进气道呢，就很好的避免了压缩机叶片对雷达波的反射，让隐身性能进一步的提高了。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机动性首先是速度。YF-23呢，一共造了2架，第一架全黑，所以命名黑寡妇2号，装着2台普惠 YF-119发动机，在第一轮的测试中呢，可以实现 1.43 马赫的超级巡航。第二架改为全灰，所以命名灰色幽灵，发动机也改为使用2台通用动力的 YF-120，从而使超级巡航的速度提高到了 1.6 马赫，比 YF-22的 1.58 马赫呢还要略高一点点至于最高速度，至今仍然是秘而不宣的。但分析说肯定是超过了2马赫的。好，那机动能力呢？
这里呢就是很多分析指出说它最终被 YF-22打败的最重要的地方了，因为它没有使用像 YF-22那样的推力矢量喷口嘛，所以理论上它的机动能力啊肯定是远远不如 YF-22的嘛。但真的就是这样吗？其实并没有啊！别忘了它那对巨大的微型的全动尾翼了。通过相向或者是反向的转动，它能够为 YF-23带来几乎与 YF-22相同的机动能力。差嘛，也就差那么一丢丢啦。总结起来啊，这两架飞机啊，简直就是旗鼓相当啊！诺斯罗普的 YF-23由于更轻，所以提供了更大的航程和卓越的隐身性能。但 YF-22嘛，使用了更为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并且在机动性方面呢略有优势。剩下的难题就是空军的选择障碍了。我们都知道，他最终选择了 YF-22，但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啊，是洛克希德更会做营销啊。他们的试飞员在飞行展示当中呢，就毫不吝啬地将机头高高的拉起，用一个高引脚发射导弹的动作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官员。各种各样的花式机动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啊。而洛斯罗普呢，其实他们的 YF-23呢也是可以完成这些动作的，但也许过于高冷了，人家就是不这么玩，所以就错失了种草的机会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口碑。超支和拖延一直就伴随着诺斯罗普，所以一向保守的空军当然就宁愿选择相对比较靠谱的洛克希德了嘛。哪怕 YF-22实际上并没有好过 YF-23。讽刺的是啊，洛克希德最终也没能够让空军省心啊，他也严重超支了，而且一超就超了数百亿美元，直接将空军原本的750架采购计划拦腰。应该说是拦腿砍到了只剩186架了。如今他们更是计划将其逐渐退役啊。所以嘛，要是他们当初选择的是这一架的话，结果会是更坏还是更好呢？你来说说你的观点啦。如果说这架飞机是科幻的天花板的话，那么这架飞机啊就是可爱的天花板了。1932年10月7日首飞，由意大利人设计、意大利公司生产的这架验证机斯蒂帕卡普罗尼，基本上就是将一台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涡扇发动机插上了翅膀，然后直接飞上天空而已。你看它的整个机身啊，是从头到尾完全贯穿的，于是便造就了这副又粗又短的滑稽模样，成功晋级史上颜值最高，或者说取决于你的偏好，颜值最低的飞行器行列。但就我个人而言嘛，在我做过的众多的飞机模型当中呢，它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了，因为它实在太萌了，有没有？我甚至怀疑设计它的路易吉·斯蒂帕呢是一个被飞机耽误了的玩具设计师吧。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来把它玩具化呗。为了让它显得够萌啊，所以尽量我就把它尺寸呢控制的比较小巧了一些。你看这样可以把它放在掌心了。然后在细节上面呢做了一些简化，比如原机上面用于支撑机翼的那几根杆子呢，我就直接把它去掉了。起落架呢也改成了这样一体化的，方便安装，也比较结实嘛。轮子也不像原版那样是直接裸露的了，而是采用了后来意大利人复刻式的设计，有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复古的罩子。虽然这轮子是肯定动不了的，但是啊，这飞机上呢总是要有能动的零件呗，那就让螺旋桨动起来啊！你看螺旋桨呢是可以这样旋转起来的。这里面呢采用了球头的连接方式，没有上漆啊，但其实裸奔看起来也还不错啊。如果非要上漆的话，这张照片应该就是最好的参考了。它是按照原机的3/5中式复刻出来的，理论上涂装也得到了中式的复刻。因为虽然在1930年代的黑白照片和视频当中呢，我们都看不出这架飞机的真实颜色，但至少图案的还原，没错啊，所以颜色基本上也不会有错的。好，接着我们就来说说飞机本身了。你看，原始版本在1930年代就成功的飞上了天空，而即便是70年后的复刻版本也能够完美的飞行，所以就说明什么啊？就说明这个看似飞不起来的设计，其实还是很符合空气动力学的。不仅符合，它甚至开创了航空动力的一个新时代。意大利人路易吉·斯蒂帕呢，出生于1900年，从小就对工程学非常感兴趣。
但很不幸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拦腰就打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啊。他然后呢，只能以神枪手的身份在部队服役。可见射击也必定是在他的爱好清单上排名靠前的。战后他重返校园，以极高的效率连续拿到了航空、水利和土木工程的学位，的确是个人才啊。所以在意大利空军谋得了一份工作之后呢，便开启了他的疯狂晋升之路，很快就官至工程部总监。到了1920年代的后期呢，他已经在研究如何把飞机变得更加的高效了。这个期间啊，有几个理论特别就得到了他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伯努利效应。作为一名优秀的水利工程师啊，斯蒂帕知道流体的速度是会随着他通过的管子的直径变窄而增加的，于是他就同样相信，对于水流起作用的伯努利效应也一定会对气流起作用。那么，如果让螺旋桨产生的气流通过一段中间变窄的管子来增加它的流速，岂不也得到了增加发动机效率的作用了吗？这个就大有前景了啊！于是斯蒂帕马上就动手设计、制造和测试了几款采用他所谓的管内螺旋桨概念的飞机模型，并经过多次迭代和严格的风洞试验之后呢，找到了令他满意的最佳螺旋桨和管道造型设计，即将管道的剖面呢也设计成跟机翼一模一样的两边薄、中间厚的样子，看起来啊就像是将机翼卷起来，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圆筒一样。好，这架飞机现在已经在图纸上诞生了。下一步呢，就是将其带到现实了。在这点上呢，很幸运啊，1930年代的意大利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全世界展示其领先的技术，尤其是在航空领域上取得的突破了。所以当斯蒂帕向上级提出自己想要造这架飞机的建议时呢，几乎立刻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啊。剩下的嘛，就是找一家靠谱的飞机制造商了。最合适的当然莫过于卡普罗尼飞机公司嘛，因为他们似乎对试验飞机呢有一种着了魔一般的执念。所以要论哪家意大利公司最有资格接受来自于斯蒂帕的挑战呢，那必定就是卡普罗尼了。它反映在这架飞机的名字上，斯蒂帕卡普罗尼，就是简单的将它的两个创造者的名字结合在了一起而已嘛。原本斯蒂帕的管内螺旋桨其实更适合用在大尺寸的飞机上的，但是考虑到建造的成本、测试的限制和失败的代价之后呢，他们决定，还是先做一架小尺寸的飞机出来看看吧。结果呢，它就成了这副模样了，装着一台120匹马力的发动机，挂着一个可以完全容纳在圆筒机身内的螺旋桨，顶上的驼峰里面呢，居然还能坐下2名飞行员啊！贴地起飞之后，它竟然能够飞得相当稳定，甚至有些过于稳定了啊！试飞员抱怨改变它的飞行姿态有点困难啊，大概是由于位于机尾的控制面有点太小了，而机翼本身呢，你看又有些过大了。而后来的试验表明啊，这个圆筒机身本身就能够产生升力，所以是不需要这么大的机翼面积的。然后关于管内螺旋桨对于发动机效率的提升，斯蒂帕是拿到了实锤了，这个设计的确是更加优秀的。相比起使用同样功率发动机的普通螺旋桨飞机啊，斯蒂帕卡普罗尼拥有更高的爬升率。好，那空军是不是就爱上它了呢？没有啊，由于既要吊装发动机又要固定机翼，这个圆筒里面呢实际上是被各种各样的杆子堵了不少面积的，所以阻力就很大，这几乎就完全抵消了它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了的嘛。所以在空军员里面，它并不是什么实用的革命还是先放一放吧。但是你看啊，时间快进到现在，所有那些最有效率的飞机引擎，不是都延续了斯蒂帕卡普罗尼的涵道式设计吗？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啊，涡扇发动机的发明，某种程度上呢是受到了这架飞机的启发的。当然，对于这个观点，路易吉·斯蒂帕呢表示严重赞同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最后你喜欢这个模型吗？告诉我一个理由啊，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架飞机啊，看起来相当科幻，但它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成真了。3名飞行员在3年时间里面，先后驾驶着它呢，飞上了38次天空，没有遇到过一次危险。可见这个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家伙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友好的。它叫做猛禽。在2002年首次揭秘时呢，属于波音，但其实它的起点啊始于麦道，甚至还要更为久远，与这2架飞机都有脱不开的关系了。那好，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聊聊它。曾经军用飞机为了躲避来自地面的跟踪与攻击，靠的都是飞得高和飞得快。他们在 SR-71黑鸟身上达到了巅峰，但是后来啊，人们突然发现，我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干啊，只要让你从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见我不就好了吗？
从此啊，高空高速不再是军机的硬杠杠，隐身性能呢才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一个神秘方程式的帮助下呢，洛克希德用这架飞机慵懒赢下了第一架隐形战斗机的研发合同。随后，他继续发展，最终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一架执行战斗任务的隐形战机 F-117了。好，故事里面的第二架诺斯罗普，虽然在第一架隐形战斗机的设计 PK 中败下阵来，但随后却卯足了劲，用这架飞机沉默之蓝赢下了以实验为目的的隐形侦察机的合同，用实力证明了哪怕我长得再丑又怎么样呢？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见我嘛。随后他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但由此长出来的科技树呢，最终让 B2 得以诞生了。接下来就是故事里面的第三家了，有点悲催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了，因为他从第一个项目呢就开始参与竞争了，甚至在与慵懒的 PK 中还赢下了第一阶段。但是后来，不管是隐形侦察机还是更新的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竞争呢，他都没能被选上啊。看着洛克希德和罗斯罗普大把大把的花着纳税人的钱，一架又一架的造验证机，这个心里面啊实在是很不甘啊。好，既然你洛克希德有著名的臭油工厂，那我也对标你整一个幻影工厂出来了。你的臭油工厂里面有1号人物凯利约翰逊，那我的幻影工厂里面就挖你的2号人物过来呗。艾伦·纽西曼，其实这个2号人物是我随便说的啊，他可能并不是2号，但是也绝非等闲之辈啊。维西曼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慵懒的开发，并在随后的 F-117中继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结束之后呢，还帮助洛克希德为海军开发了那艘隐形战舰海影，以至于在很多绝密项目都还没有解密之前啊，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就将含金量极高的技术成就奖颁发给了他。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艾伦·维希曼的工作呢，使得美国的隐形技术在与潜在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15年的领先优势。好，所以你看，由他组建的麦道幻影工厂，显然也是梦幻级别的啦。于是，梦幻的猛禽，就登场了。我必须要承认啊，第一眼看到它呢，我是惊呆了的。这是一架飞机吗？它怎么长得如此奇怪呢？也如此好看啊！当然，好看是好看，但它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其实还有后来驾驶它飞了8次的幻影工厂首席试飞员鲁迪豪格了。他在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的造型之后呢，就马上开始担忧起来了。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真的就拿了一张纸，折出了跟这个飞机一模一样的带着下翘翼尖的纸飞机，然后扔了出去。不出所料，这架纸飞机呢马上就开始翻滚了起来，最后以背部朝下的姿势呢就栽到了地上。妈呀，我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这种玩笑啊！当时鲁迪的心里面呢一定崩过很多匹的马啊。但是设计师比马来的还要快，立刻就跑到他面前安慰他了啊，同时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放心吧，真正的飞机呢是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已经用计算机模拟过了，并且风洞测试也是做过了的，它肯定是能够飞得起来的。它的确是飞得不错啊，而且设计师的话里面呢，其实是透露出了这架飞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架采用了当时还相当新颖的快速原型制作方式设计出来的飞机了。所以快速原型啊，就是指抛弃原有的先画图纸，再造模型，接着对真实的物理模型进行测试，然后再根据反馈回过头去修改图纸，再造模型，再做测试，这种反复数遍的复杂流程了。而是从一开始呢，就用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在计算机里面建造虚拟模型，然后利用那个年代最佳的算力模拟各种各样的飞行性能，因此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比以往更加接近成品的原型机组件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呢太稀松平常了，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确是一个新鲜事啊。话说为什么幻影工厂要这么干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啊，就一个字，穷。因为跟吃皇粮的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不一样啊，麦道是一家纯粹的私有公司，所以省钱自然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嘛。穷则变，变则通，麦道真的就用变把这架飞机给走通了。前前后后啊，从概念到飞上天空呢，这架猛禽只花掉了不到6700万美元，比今天买一架 F-35的成本还要低。但是两者完全就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是让0走到了1，另外一个呢，只不过是在1后面又多加了几个数字而已。说到省钱，咱要再啰嗦几句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已经到了那种能不用新的就绝不用新的地步。发动机用的是小型喷气机，比如塞斯纳公务机才会用到的普惠 JT15D，
可怜的推力只能勉强超过3000磅。主起落架则是拿比奇飞机公司生产的双发轻型机上面的零件改装一下就成。弹射座椅来自 AV-8B 钥匙战斗机，控制杆和油门来自 FA18 大黄蜂，方向舵踏板呢从 A4 天鹰上直接扒下来就好了，堪称是飞机界的科学怪人啊。空军试飞员道格·本杰明更是不掩饰他的坦诚啊，说：“哎呀，上面的钟呢就是从沃尔玛买回来的，所谓的空调系统不过就是个小风扇而已。”稍微有点对不起这么科幻的外表啊，当然也是这么高科技的外表。跟在内部省钱正好相反啊，猛禽的外部呢是它另外一个发挥创造力，同时也是毫不吝啬金钱的特点了。单一复合材料的整体结构，极少接缝，几乎没有间隙，相当的尖端啊，是直到今天隐形飞机还在攻克的关键技术之一了。因为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雷达隐身性能嘛。好，当然猛禽呢还有多走了几步。它用整体的外观和优化的涂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阳光下面的阴影，于是即便在白天呢，也能跟天空融为一体，增加了视觉隐身的特性。它将进气口埋在了座舱背后，它将尾喷口呢藏在了这个微张的小嘴的深处，有效降低了红外和声学特征，从而提供了一种整体隐身的解决方案。当然，从计算机模型走到验证机，再从地面验证，最终飞上天空，它在这个中间的每一步呢，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但事实证明啊，它这副 UFO 的模样呢，还真的就是在空气动力学上是稳定的。有一点就能够说明问题了。跟其他需要使用电传操纵并大量依赖计算机辅助飞行的隐形战机不同，它上面用的还是老式的机械与液压驱动的飞控系统。如果它真的是不稳定的话，早就如鲁迪折出来的那架纸飞机一样啊，栽到地上了。1999年，这架唯一的猛禽最后一次飞上了天空，用不快的速度、不高的声线，但是却极为有效的隐身能力，再次宣告了波音的研发实力，为后来的很多技术都埋下了基础。1944年6月6日，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除了遭遇到德军的炮火、地雷和铁丝网以外呢，还有这个玩意儿，名字叫做歌利亚的遥控履带车。虽然很快啊，它就变成了盟军士兵的大玩具，但其实它设计的初衷呢，是一个塞满了炸药去执行自杀式任务的无人车了。1940年的冬天，节节胜利的德军正在挺进法国，其中有一队士兵的眼睛呢比较尖，他们看到败退的法国人好像将什么东西推进了塞纳河里面，故意把它给沉掉，其中必定有诈嘛。于是他们就赶紧过去将其捞起，发现，哎呀，好家伙，这可是个宝啊！原来它是法国从一战开始就着手设计的一种陆地鱼雷了。采用电机驱动，通过电缆遥控，装着炸药的它呢，可以在履带的帮助下轻松地越过壕沟，去摧毁对方的铁丝网和防御工事。说实话，这玩意儿把德国人给看呆了，他们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点子呢？好了，时间紧迫，得马上把它变成自己的，设计出属于德国人的遥控炸弹车。甚至希特勒本人都非常看重这个家伙啊，认为这可能就是他搞定盟军坦克的终极武器了。于是项目承包给了宝沃汽车公司，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辆带着至少50公斤烈性炸药的遥控履带式车辆出来。好，2年之后啊，1942年的春天，德国版的无人车诞生了，代号 SDKFZ302，也就是歌利亚系列中的第一版原型车。它由2台2.5千瓦的博士电机来驱动，造价非常高昂，但是性能呢却非常弱鸡啊！即便是在平坦的地面上开，也只有1.6公里的续航而已，实在是很丢人现眼嘛。军队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宝沃回炉再造。哎呀，宝沃痛定思痛啊，干嘛整什么新能源呢？80年之后都不一定整得明白啊，咱的优势是燃油啊。于是仅仅只用了几个月，宝沃就再次交出了一台原型车 SDKFZ303A， 改成用一台双缸汽油发动机来驱动了。果然续航马上就能超过11公里了，效果明显，赶紧拉到战场上去溜一溜。这个期间呢，经过训练的工兵的确用它就炸毁了一些盟军的坦克和军事据点啊，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所以随着战事升级，歌利亚也迎来了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升级，来到了 303B 的终极型号，体积更大，因此带的炸药也更多，更有杀伤力了。
不过它还是有线控制的，线长650米，由3股电线拧在一起而成，2股用于操纵歌利亚的运动，剩下的1股则是留给武器专家，使他能够选择最佳的时机来引爆炸药，让歌利亚和敌人一起同归于尽的。好，大量的歌利亚呢被生产了出来，那他们战果如何呢？很遗憾啊，现实和想象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呀。实际上，这种无人车既开得慢，又开不远，还遇到点障碍就卡壳，因为它的离地间隙实在是很差嘛。但成本却很高，重量却很重，根本就难以随身携带嘛，能发挥作用的场景就更少了。但这些呢都还不是最关键的啊，它最致命的弱点是那根又长又细的尾巴了。谁要是能够在中间给它来上一刀，就能够让歌利亚瞬间失效嘛。而这样做又不是很难啊，哪怕你没法亲自爬过去给上一铲子，至少用枪用炮可以轰它嘛。对了，轰歌利亚本身也是可以的啊，它的装甲连一些轻型武器的射击都是防不住的。盟军就缴获了大量根本就没有使用的歌利亚，好像除了拿出来取取乐，似乎也找不出更多的价值了。好，最后，它真的就一无是处了吗？当然也不是啊，就像 V2 纵然失败，却奠定了现代导弹的基础，那歌利亚就为后来的各式各样的遥控战车奠定了基础了嘛，价值还是不容小觑的。1952年首飞，如今已经70多年过去了，可 B-52 在跨越了几十年的岁月和冲突，在跨越了不同的航空时代之后呢，直到今天还坚挺地飞在天上，而且看起来颇有再干30年的架势。去年9月，价值26亿美元的发动机换装计划已经启动了。罗罗将用全新的 F130发动机逐渐替换掉 B-52 上面原本的1960年代的 TF33发动机。于是B-52就很可能会成为在首次飞行之后100年仍然在服役的第一架飞机了。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在设计的时候呢，一定是下了极大的功夫，肯定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咯。错，实际上 B-52 仅仅只是由6名工程师用1个周末的时间，躲在拥挤的酒店房间里面设计出来的。1948年7月，波音从刚成立不久的美国空军手中呢，就接过了第一份合同，为他们设计和制造一架全新的重型轰炸机。当时涡轮喷气发动机呢还处在起步阶段，性能虽有优势，但是油耗过大，所以被认为并不适合放在远程轰炸机上面。于是当波音的3人演示小组带着他们的最初设计，在1948年10月21日抵达莱特菲尔德空军基地时呢，他们的设计稿上还是一架挂着4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直翼机型。空军看到之后直呼：“哎呀，你们也太没有进取精神了！连我们都认为带后掠翼的喷气式轰炸机才是未来嘛！你们这个看来只能拿回去从头开始设计了。要知道，从头设计这可是个灾难啊！”可波音的3名工程师呢，却非常平静地转身就走了，只留下来一句话：那我们明天上午再来一趟吧。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其中的一位是当时波音公司的空气动力学部门的主管，他的公文包里面呢，碰巧装着一些之前做过的关于喷气式轰炸机可能性的研究。于是当晚回到酒店，与刚刚飞过来的工程副总裁碰面之后呢，这4个人就连夜整理了之前的资料，迅速的将喷气式发动机呢整合到了这架基本不变的直翼飞机当中。第二天上午，正好是个周五就再次出现在了空军的办公室里面。结果甲方仍然不够满意嫌他们的步子迈的还是太小了，你们应该再激进一点嘛。好，波音副总裁答复道：“我们再试试，咱周一早上见。”于是在1948年秋天的这个周末4名总部的工程师再加2名当地的工程师聚在拥挤的酒店房间里面，有的画图，有的到本地的模型店里面买一些原料回来之后呢，做起了模型，有的则展开了复杂的数学计算。总之48小时之后呢，这6个人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份33页的详细提案，还附带了一架手工制作的35厘米长的银色比例模型。妈呀，这下空军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仅仅4年之后，这个模型就变成了一架飞机 B-52 诞生了。仔细一看，飞在天空的它呢，跟当年在酒店里面画下的图纸和做出来的模型完全就是一个样子嘛。制造芯片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它简直呢就跟用胶卷来拍照片一模一样你看，
光刻机当中的光源首先穿过一张带有设计好的集成电路图案的光罩，再用镜头来聚焦成像在硅晶圆表面的感光材料光刻胶上面，让它曝光，使曝光的部分呢变成硅晶圆上面的迷你电路。完事之后，再将没有曝光的残留部分蚀刻掉就好了。那用胶卷来拍照呢？我说给你听听啊，你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两者有没有区别。同样要先有光啊，然后就是你的拍摄对象将这些光反射过之后，穿过镜头，用镜头来聚焦成像在胶片表面的感光材料乳基层上面，让它曝光，使曝光的部分呢变成底片上的迷你前影。完事之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化学过程，将没有曝光的残留部分冲洗掉就好了。跟照芯片简直是如出一辙嘛！光刻机基本上就是一台大号的照相机而已。那问题就来了，照相机日本很厉害啊，尼康、佳能都是历史悠久的光学大厂，那为什么垄断全球光刻机的却是比他们要年轻很多的一家荷兰公司阿斯麦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吧？但其实尼康、佳能不是没有实现过对全球光刻机的垄断的。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前者拿下了45%的市场份额，后者呢稍微低一些，但也有25%之多。两个加起来，全球大约有70%的光刻机都是日本人生产的，而剩下的大头则被美国人拿了去。像是伯金海默 GCA， 也就是美国地球物理公司，还有库里索法等等，一起占据了21%的市场，而只有不到9%是属于欧洲人的。而且阿斯麦肯定也没有贡献多少因为此时的他呢，还正奋力地挣扎在连续6年亏损的生死线上呢，想要赶上，甚至是反超日本对手，不是天方夜谭是啥呢？但是谁能想得到，你可能只需要走对3步，就能把故事里面的神话变成自己的神话了。阿斯麦正巧都走对了。第一步是阿斯麦在2001年发布的 TwinScan 系统了。所谓 TwinScan 呢，指的就是在同一台光刻机里面有2个平台同时在对晶圆作业，一个正在曝光，另外一个呢正在测量。这等于就是至少节约了1半的时间嘛。因为集成电路的图案在被曝光到晶圆前呢，必须要对晶圆进行精确的测量，而测量和曝光都是需要时间的从前的技术致力于减少每一个过程所需要使用的时间，来提升效率，而 TwinScan 则把它们重叠在了一起通过使用2个平台，当第一个平台上面的晶圆正在曝光时，另一个晶圆被装到2号平台上进行对准和测量，然后2个平台交换位置。原来在2号平台的晶圆进行曝光，而1号平台的晶圆呢完成卸载。接着新的晶圆被装载、对准和测量，以此不断循环。这个东西一出来马上就让晶圆的处理速度原地起飞了。尼康、佳能简直就是跟不上嘛。于是份额立刻就被甩了下去。阿斯麦呢乘胜追击，到了2002年已经拿下了全球光刻机市场的半壁江山了。好，接着第2步来了，又是一个关键性技术——浸润式光刻所带来的。但原本浸润式光刻根本就不是阿斯麦发明的，它来自于台湾科学家林本坚。什么是浸润式光刻就是将原本夹在镜头与晶圆之间的空气换成水而已，所以镜头和晶圆就浸润在了一起嘛。那为什么要浸润呢？因为对光刻机来说，想要得到更小的曝光尺寸，就需要波长更短的光源。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被卡死在了193纳米，想要再往下降呢，已经非常困难了。既有技术上的瓶颈，也有资金和人力上的无底洞式的投入。在他身上似乎已经很难再看到希望了。那就看向别处呗，一个连高中生都知道的知识啦。用水的折射率来改变光的波长，这样只需要简单的加一层水，原本波长193纳米的光马上就降低到了132纳米了，直接越过了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天堑。这个手法甚至写在了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操作手册里面，而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被半导体业界忽略了这么久，直到林本坚将其发现。好了，带着浸润式光刻的方案呢，围着世界跑了一圈之后呢，还是人家阿斯麦慧眼识金最早也最快的推出了采用这项技术的光刻机。2003年发布的 AT1150i 再一次把对手的份额给拽了一些过来，然后也就只用了3年时间2006年便在新发布的 XT1700i 的帮助下，彻底站稳了行业主导的地位。接着就是第3步了继续拉开差距，在与日本竞争对手之间挖下巨大的鸿沟。
这次阿斯麦靠的是 EUV， 即采用极紫外光作为光源的光刻机技术了。因为整个半导体行业都清楚啊，浸润式光刻呢，那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需要在源头上去解决光源本身的问题才行嘛。用波长更短的光，这期间呢，当然是有一些路线之争的啊，比如就在到底是用离子束或电子束这种基于粒子的解决方案更好呢，还是用 EUV 这种基于 X 射线的方案更好之间展开过长期的辩论。不过最终啊，大家还是一致选择了 EUV。而这呢，就完全没什么尼康和佳能的事了啊，因为整个行业早就联合起来认准了阿斯麦才是最适合将这项技术商业化的公司了。于是呢，就为其倾注了大量的资源，把巨人喂养成了独角兽。尘埃落定，光刻机行业已经看不到尼康和佳能的影子了。好，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啊，阿斯麦凭3步走赢下了天下，那尼康佳能又是凭什么输的连底裤都没有了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封闭。不管是尼康还是佳能，可能自认为自己是光学大厂嘛，所以讲究包揽一切，架构自己搞，软件自己写，镜头自己造，开发全自己，鲜有与外界的合作与互动，所以短板就很明显了。而阿斯麦呢，从一开始搞得就好像是一个产业联合体一样，自己本身呢就是飞利浦和 ASM 一家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半导体公司合资而成的，可以共享两者的技术优势。然后呢，又把很多业务给外包了出去，比方说相当重要的镜头研发和设计呢，都交给了蔡司，还跟很多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与合作，联合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于是就在每一个部分它都不短嘛，整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呢，足以掀翻曾经的王者。